在完美世界的212集剧情中，灭世大战来临，两大仙王大战异域强者，10号亲眼目睹所有人身亡。10号在无人区的一片紫竹林中跨越时空长河，穿越到了仙谷纪元，在这里见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而且10号还在这里结交了3位好友，其中那位皇女还是10号妻子火灵儿的前世。而且还见到无中仙王和轮回仙王两大仙王。10号的这趟经历堪称奇幻至极。当他亲眼见到上界至宝的主人时，整个人都呆立当场，只觉如梦似幻。那些混沌至宝，每一个都有着惊世骇俗的过去，传奇故事不可复制。如今得见其主人，实在太过震撼。众人谈及6道轮回仙王，有人说他还在钻研大道，梦想虽宏大，但不知能否实现。有人满怀崇拜，坚信以他的精彩绝艳，定能在轮回研究上取得成功。也有人面露担忧，提及他祭炼的轮回盘已4分5裂，生怕他过度投入，将自己搭进去。10号听着这些话语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世间本无轮回，竟有人在钻研，这隐秘足以让他不虚此行。突然，天穹上的太阳如烈火般轰然坠落，向着南海紫竹林飞来，强光令海水剧烈蒸发，似要干涸。紫竹林中有人笑言，太阳的主人如孩子般顽劣。那太阳化作一只金乌，又变成一位身穿金色道袍的老者。老者随手一指点出，一抹金光飞起，竟造化出一轮新的太阳，重新照耀万物。这般绝世神通，让10号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谈法论道，10号却发现自己仿若修炼废柴，难以听懂。原来他们的修行体系需融合仙种，开启修行之路，与10号所掌握的大相径庭。除了偶尔提及的秘术，双方要走的路格格不入。不过，这些人虽身份非凡，是各族精英，却都很随和，谦虚的切磋交流。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向10号请教，还提议切磋。怀抱白色小麒麟的少女也兴致勃勃的要与10号比试。少女出手，指尖飞出一粒道种，生根发芽，绽放出古朴神秘气息。10号则弹指射出雷电，简单直接。少女的道种演化出塔体，震散了闪电。10号再度出手，成片电弧裹带星辰，威力不凡。少女却疑惑10号种树而倾大道本质。她再次出手，仙种绽放出中体果实，钟声悠悠，竟将闪电引入时光乱流。10号这才惊觉，仙谷体系是直接从大道入手，威力强却变化少，与当世从树回归阐释大道的路线完全不同。切磋中，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对10号道法中的奇异纹络很感兴趣，上前切磋。10号也发现他们的符文是天地魔客的本源符号，需仙种传承。一番切磋，双方点到即止。皇女惊讶地发现10号修出了3道仙气，引发众人关注。不过，人群中也有修出3道仙气之人，这让10号深感这群人的超凡。10号与皇女切磋，从他施展的古朴道符仙种中，隐约窥视到天凤宝术的奥义，也确信皇女修出了3道仙气。皇女告知10号，自己曾炼化一片雏形宇宙作为仙种，所以修出3道仙气。这让10号想起仙古遗迹中白龟驼仙提到的小仙王。小仙王曾说，有人以世界树、雏形宇宙为仙种，画出3道仙气，如今竟亲眼见到了实力。之后的日子，气氛融洽，10号与众人切磋，相谈甚欢。尽管体系不同，难以理解对方精深奥义，但彼此都深受启发，大家交流投机，相处愉快。本以为能一直如此，可大人们迟迟未来讲道。后来得知，几位大人物因探讨无上奥义太过投入，所以给了他们更多交流时间。于是10号在南海紫竹林住了下来，一晃大半个月过去，他与不少人成了朋友。几个月的时光转瞬即逝，10号收获巨大，与皇女、背负仙剑的青年、怀抱小麒麟的女生等都结下了深厚情谊，不舍离去。然而，背负仙金剑的青年却带着惆怅，感慨若是就此一别，相隔无尽岁月，不知10号是否还能记得他们。皇女也悠悠叹息，似有永世不再重逢的伤感。怀抱白色小麒麟的少女更是带着哭腔说要走了。10号闻言一震，满心疑惑，这些人都是人界天骄，却给他一种随时会逝去的感觉。他忍不住脱口询问，众人只是叹息，拍了拍他的肩头。面对10号的大声追问，依旧没有给出答案。在这看似祥和却暗藏神秘的地方，10号与身边这些人相处数月，他心中却莫名涌起一股强烈的直觉，仿佛即将与他们永别，此生都无法再相见，这让他心中满是酸楚。他不禁疑惑，这究竟是一座奇异的仙家府邸，眼前的人真实存在，还是自己梦回仙谷，只是一场偶然的邂逅？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向他道别，称或许在遥远的未来，会有人在滚滚红尘中与他重逢，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。紧接着又有人前来，感慨身为年轻至尊，却无法真正再与他相见，只能在天地尘埃中见证他未来的辉煌征战。皇女也带着笑容与不甘，眼中含泪叮嘱他好好活着，不要过早战死。那怀抱白色小麒麟的小女生更是伤感低语，真的要走了，再也不能相见。10号木然，难以接受这些活生生的人就要彻底消失的现实。他焦急地拉住皇女，又追上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，迫切地想要知道缘由。这时，青年指向远空，只见那里出现狰狞的巨眼，如山岳般巨大，从虚空中缓缓睁开。巨大的骨刺从苍穹刺下，灰色的雾霭从宇宙中汹涌袭来。刹那间，祥和的净土被侵染成死灰色，喊杀声震天。一枚血色鳞片落下，洞穿天地。数位年轻至尊即便怒啸，法力滔滔也难以抵挡这致命一击。紧接着，
一株黑色藤草从宇宙中落下，压塌山川。南海紫竹林军裂，碧海争衡，数位年轻至尊全力抗争，却依旧难逃岁灭的命运。这些人中有不少与10号交情深厚，数月来相互切磋印证，如今却就这般死去。10号悲愤长啸，拼尽全力向天空轰击，试图阻挡这一切。他怒吼着，期望仙府中的大人物们出手阻拦。然而6道轮回仙王早已动用轮回盘与莫名强者激战，演绎着人世轮回。吴中大人也敲响大钟，震断时间长河，干扰时光流向。钟波所过之处，万物皆杀，但仍有恐怖强者冲破阻拦，与吴中大人争锋，轰在大钟上，让其剧烈颤动，不断鸣响。10号满心不解，自己的攻击毫无作用，仿佛成了一个局外人，穿梭于残酷的画面中。眼前场景无比真实，怒吼声震得他耳膜生疼，悲壮的厮杀让他血液沸腾，可他却无法融入其中。不远处，怀抱白色小麒麟的少女被灰色雾气笼罩，雾气中一双猩红眸子亮起，全力扑杀他，血光四溅。10号愤怒出手，却根本无法改变什么。少女临终前告诉他，这是让他看一看他们的结局，见识仙谷的残酷，因为将来他也要迎战这些敌人。看着这片惨烈的战场，圣洁的仙府很快被染成血红色，年轻至尊们纷纷不甘地倒下。背负光明仙金剑的青年大笑着，眼中含泪，手持神剑奋力搏杀，感慨仙谷纪元即将终结，他们还未真正成长起来，无法与前辈并肩决战。皇女落寞地看着10号，身上5色战衣发光，3道仙气流转，全力对抗入侵者。10号渐渐明白，这是前辈们以大法力造就的奇景，让他隔着万古见证这一幕。吴中和6道轮回仙王以超凡法力贯穿万道，击穿诸天，得见未来，映照仙谷诸事。他们营造出狭小空间，从过去出手，将10号拉进来，让他亲眼见证这一切。虽然10号能与这些人对话，却无法改变任何事情，他只是一个见证者。他分不清这是真实还是虚幻。此前与这些人切磋时，他们的真实感让10号连天眼通都未发现异常。10号心中震撼，也满是凄怆，看着相识相知的人一个个倒在血泊中，他心如刀绞。尽管知道他们早已在仙谷末年陨落，但曾经的相逢相谈早已让他们成为了朋友。原本祥和安宁的地方，如今却以这般残酷的方式告别。他只能眼睁睁看着，心中满是悲苦与无奈。随着战斗的持续，大人们也渐渐力不从心，大钟暗淡，轮回盘裂开。皇女被血雨击穿，虚弱地说：“大人们在寻找希望，不知道有几人能梦回这一世。”手持光明仙金剑的青年身体瓦解，怅然说道：“大人们也都要凋零了。”10号绝望怒吼，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，看着天地一片血色，他渴望强大，希望有朝一日能改变这一切，能与仙谷的朋友们再次相见。他悲吼着，不属于现在，不属于过去，梦回仙谷。他希望能带着这份记忆，在未来的某一天与这些朋友再度重逢。10号身处一片遗迹，此地土壤焦黑，4经雷火与鲜血浸染，清风吹过，紫竹摇曳，可眼前景象与他梦回仙谷时大相径庭。他站在原地，脸色木然，脸上挂着尚未干涸的泪水。那一世的经历真是得让他心痛。数月相处的友人相继倒在血泊中的画面仍历历在目。10号忍不住大吼，随后快速擦去泪水，深知路还得继续，唯有变强超脱。他在遗迹中平调，动用天眼通发现了一截残帖，竟是光明仙金剑的残留，这让他确定那不是梦，此地正是南海紫竹林。接着他又掘出一块闪动5色光泽的残骨，熟悉的气息告诉他这属于皇女。10号颤抖着在这开掘出2个坟墓，葬下残剑与黄骨，默默祭拜后转身离去。梦回仙谷，10号满心复杂情绪，失落、伤感又悲凉。数万里外，他仍难过不已，虽觉经历不可思议，却也清楚外界时间并未过去多久，自己在那一世却度过漫长时光。数日后，10号虽远离此地，心却难以平静，想起那段经历仍灼痛酸涩，但他并非优柔寡断之人，很快调整好了心态。他明白过度沉静毫无益处，当下要做的是迅速崛起变强。他知道那群敌人隐匿在灰雾之后，有朝一日定会再次相遇，那时他便要为逝去的友人报仇雪恨，踏上征战之路。